此刻的阿曼拉莫维奇，整个人仿佛见到了鬼一样。他就是做梦也不敢想，自己竟然能在纽约，在一个黑手党首领的家里，见到那个如煞星一般的叶晨。自从上次迎娶海伦娜的计划失败流产之后，叶晨就成了阿曼拉莫维奇心中的梦魇。不光是因为叶晨毁了自己迎娶王室公主的计划，更重要的是，叶晨还左右开弓，反复抽了自己10几个大嘴巴子。阿曼拉莫维奇虽然出身不高，年轻时也受了不少苦，遭了不少罪，但当他成了寡头之后，就再没人能对他颐指气使，就更不用说动手打他了。叶晨绝对是独一份。按照阿曼拉莫维奇一贯的脾气，事后肯定会想办法要了叶晨的命。但那一次，阿曼拉莫维奇之所以最后选择了忍气吞声，一方面是因为叶晨毕竟是燕京叶家人，叶家的资产要比自己高出不少，自己当然多多少少会有所忌惮。可是最重要的还不是叶家比自己有钱，而是叶家背后还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万隆店。不过在阿曼拉莫维奇的认知里，他并不知道整个万隆店都已经归顺了叶晨，他还以为是叶家给了万隆店一半的资产，换取了万隆店的饶恕和庇佑，所以他心里对叶家多少是有些看不起的。这种感觉可能就像是当年的地主遇上了汉奸，心里虽然10000个瞧不起，仍为对方卖国求荣，狗仗人势，但迫于对方背后的势力，还是得客客气气，毕恭毕敬。意识到无法找叶晨寻仇，阿曼拉莫维奇也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，便一个人灰溜溜地离开了北欧，琢磨着这辈子别再跟叶晨见面。可没想到今日自己来美国，刚下飞机，还没在安东尼奥家里找个地方歇歇脚，就有跟叶晨见了面。此时的阿曼拉莫维奇心里郁闷又愤怒，之前的屈辱霎时间又涌上心头，让他不由得攥紧拳头，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一旁的安东尼奥见阿曼拉莫维奇半晌没有回应，便忍不住又问了一句：阿曼拉莫维奇先生，您到底认不认识这小子？叶晨饶有兴致地看着阿曼拉莫维奇，心中也开始期待起他的回答。阿曼拉莫维奇此时回过神来，却没有立刻说话，而是在心中反复盘算2件事情。第一，叶晨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是他故意在这里等自己，还是巧合？第二，看起来叶晨好像只带了一个跟班，而且安东尼奥本身就想让他的小弟把叶晨干掉，那自己能不能借安东尼奥的手促成这件事情，也好让自己一雪前耻？阿曼拉莫维奇知道安东尼奥这种黑手党杀起人来不敢说绝对不眨眼，但只要是他们确认他们惹得起的人，他们杀起来就绝对不会眨眼了。而安东尼奥对叶晨似乎并没有什么尊重的成分，说不定他并不知道叶晨的真正身份。于是他便故意指着叶晨问安东尼奥：你认识他吗？安东尼奥摇了摇头，不认识，只是刚刚发生了一点摩擦，闹得有些不太愉快。如果您认识他的话，看在您的面子上，我跟他之间的摩擦就算了，要是您不满意，我就向这位先生赔礼道歉。此时的安东尼奥心中也有些打鼓，他也担心叶晨与阿曼拉莫维奇是朋友或者熟人，万一阿曼拉莫维奇怪罪下来，自己也不好收场，所以他便卑微地先表明态度，也算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。阿曼拉莫维奇一听这话，心里顿时有了主意，暗忖怎么都没想到叶晨跟安东尼奥竟然能掐起来。这里是安东尼奥的庄园，是安东尼奥绝对的主场，整个庄园以及庄园附近不知道埋伏了多少个黑手党的杀手，而叶晨一行似乎只有2个人。这种情况下，只要安东尼奥一声令下，
就算是叶晨再能打又怎样，还不是要被这些杀手打成马蜂窝。至于叶晨死了之后，万龙殿会不会找安东尼奥报复，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人不是我杀的，也不是我怂恿安东尼奥杀的，万龙殿怎么都找不到我的头上。到时候茱莉亚失去父亲，说不定内心脆弱，需要安慰，而我刚好能趁虚而入，抱得美人归。要是茱莉亚能听我的话，任我摆布，我还可以把她扶植起来，让她接任她父亲的职位，来掌控整个纽约黑手党。到那个时候，纽约黑手党不就跟我自己的私人武装一样了吗？一念至此，阿曼拉莫维奇努力克制住心底的喜悦，指了指叶晨，面无表情地对安东尼奥说道：我不认识这个人，你们有什么私人恩怨，你们自己去解决吧。说着，他故意点了一把安东尼奥，微笑道：安东尼奥，我听说你们西西里人做事果断干脆，从不畏首畏尾，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让我开开眼界。不瞒你说，我来之前还想过，是不是跟你加强一些经济上的合作，不过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究竟是否真的有胆有识。安东尼奥虽然是个大老粗，但却不是个傻子，他一听这话就知道阿曼拉莫维奇的用意，心中不由暗道：这个俄国佬说话云山雾罩，磨磨唧唧的，真正的用意不就是想让我杀个人给他看吗？你以为西西里的男人年纪大了就不敢亲手杀人了？那老子今天就杀给你看一看。想到这里，他不假思索地说道：我原本以为阿曼拉莫维奇先生您认识这小子，不过既然不认识，那我也就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。今天我就亲手崩了这个小子，给您助助兴。阿曼拉莫维奇微笑着说道：你是主人，我是客人，我怎么都行，一切都听你安排。你安排我看杀人，我就看杀人；你安排我看杀鸡，我就看杀鸡。安东尼奥点点头，笑着说道：既然这样，那就请您一步酒教吧。说完，他便对身边的手下说道：把这小子和他的跟班带去酒教，今天要让阿曼拉莫维奇先生看一看，我们西西里的男人是如何解决问题的。一旁的茱莉亚连忙说道：爸爸，你不能杀他。安东尼奥冷声问道：他冒犯了我，没有给我应有的尊重，这对西西里岛的男人来说就是莫大的羞辱。既然他羞辱我，我为什么不能杀他？茱莉亚脱口道：是我开车撞了他，我心里对他本就有亏欠，而且这件事都是因我而起，如果不是我偷偷跑出去，他也不会落在你的手里。你今天要是把他杀了，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我自己，上帝也不会原谅我的。安东尼奥微微一愣，旋即笑着说道：我的孩子，你尽管放心，上帝会原谅每一个从西西里岛出来闯荡的子民，自然也会原谅你的。叶晨眼看阿曼拉莫维奇在这玩，心眼安东尼奥和茱莉亚父女俩在这聊上帝，已然有些急不可耐，于是便不耐烦地说道：安东尼奥是吧？你他妈哪来那么多废话？你说的他妈的酒教，到底他妈的在他妈什么地方？老子自己先去。另外，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，欢迎观看订阅。